可以啊。我最后再讲，你换完衣服坐在这儿，咱们补完妆就出去了。从小到大，可能他都有统一的一个概念。我们70年代这些孩子，父母给你灌输的就是做人一定要真诚，然后光明磊落。苍蝇可能大家都人人喊打，那只是可能人类的标准。撞玻璃撞得头破血流的，他也要去冲着光去飞。在我们看来，就是向光而行的一种行为。开机。好，看。收放，后面。赶巧了，我演的《白夜追凶》也是讲的日和夜，一直都没有变吧。无论我处在什么样的境地，我都要拼到最后。生活比建筑更重要，这种鲜活的态度要把它唤醒。我们70年代这些孩子做人一定要真诚、光明磊落。席梦永远停在了18岁，而我昌汉还在长大。在登山的过程中，一步一步的接近目标，可能是山顶，也可能不是山顶。绘画每一次都是很艰难的开始，但是都是非常不舍的离开。我相信未来的科技会改变电影的面貌，但是不能取代电影的精神。永远都要怀抱着一个理想。不说话，没有人说话。今天的片场异常安静。因为下雨，制片组临时调整了通告，从外景换成了医院内景的戏份。今天的最后一场，潘粤明将拍摄全片的重场戏。为了捕捉最极致的情绪释放，所有工作人员默契地为演员营造着入戏的空间，只保留了必要的工作沟通。我们都在上楼。潘粤明，演员。鲍将军，江东安危，社稷兴衰，在此一举。朕即刻起草诏书。少年时，他是眉清目秀的国民小生。你来干什么？如今，从正经严肃到世故老练，亦正亦邪，潘粤明不断拓展戏路，凭实打实的演技，成为了中生代实力演员。是14号晚上被杀的，没错吧？因为职业的特殊性，演员的工作与生活很难拥有明确的区隔，但放到潘粤明身上，
却意外的泾渭分明。方老师出发了。小西湖，哎，这凯宾斯基上次说那几幅画就是在这里展出。等会儿可以去看看。你想看一眼吗？可以啊，就很近。它这有写实的，然后还有一些是想象出来的。对。然后做了一些结合。还蛮喜欢动物的。嗯，喜欢动物，动物跟植物做结合。这是潘粤明在曼谷度假的最后几天。30多年来，进组、休假、宣传、进组，潘粤明就是在这样的节奏中循环往复。今年他给自己安排了20天的假期，在陪伴完家人之后，决定彻底放松一下，为接下来的宣传期工作和新戏进组收拾好心情。今天什么日子？今天周4。还真是请的什么明星是不是？然后好多都是粉丝那种爱豆啊。这儿，这个是水彩的，水彩本。这边就是彩铅，那边油画的，这丙烯在这儿。对。这太逗了，这么小的我真没试过。是吧？嗯，可以，够了是吧？这个锅直接就够了，对，够了，有这一把就够了。对。做纹理的，条子刀你买把便宜的就行。阿姆斯特丹，你用过吗？这牌子？阿姆斯特丹挺好的，这油画也挺好啊。这就是除了贵以外没什么缺点。还行吧。还行。还行吧。来到国际度假胜地，潘粤明却只是单纯的图个清静，白天逛展，晚上画画。我很宅的一个人，不是那种特别喜欢表现啊或者表达。大家可能生活里接触，我觉得我不是干演员的，有可能。你是平时拍戏都带的这些东西？对，平时画画必须的，必须一个非常好的放松方式。对，养成习惯。潘粤明不爱说话，但一涉及创作，就变得格外主动和鲜活。有点像那种恶搞的那种，那现在怎么？咱先把底色涂了。先上底色吧，你看你底色想啥？
你觉得呢？你给调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主题。可来点渐变呗。可以啊，那就是你出手的时候到了。就拿刷的，无脑的刷，就无脑的刷，是觉得不好再调个颜色再刷，特别解压。有吹风机吗？有吗？有啊，酒店能没吹风机吗？酒店最不缺的就是吹风机。来一个吹一吹。对。谈不上陶冶情操，就是解闷儿。一幅画可能画个2礼拜很正常，你可能今天没感觉了，你就不画。我们俩好多画都是画了一半，然后就搁在那儿了。在横店也有，在北京也有，然后啥时候想起啥时候再画，就屏息嘛，反正什么时候都能画，然后全推翻了重来也可以。第二天，又是闲逛的一天，没有特别的目的地，走哪儿算哪儿。生活的色彩，或许就是这样默默沉淀到脑海中，为未来的某个角色增添一丝烟火气。这店不大。就是你一个就是看器型、颜色，你自己喜不喜欢。200，是吧？200，这个200多一点。不便宜的，它这个不便宜的，它就是模仿日式。对，这种地方越待越爱待，而且你会发现会有可爱的东西。好多好的艺术品，它给你想象的空间，就是它让你有欲望想把它带到你的生活里来。走，溜达溜达。走啦，他又要出去了。哎呀，这老板心也够大的，卖瓷器养只猫。挺好，想溜达溜达。
可以喂吗？可以啊，我带了中国的萨琪玛。萨琪玛，尝一下，我自己的粮食，我最爱的粮食。哦。人为什么他要放松？真的就是那种松弛的状态下，很多有灵性的感知可能才能进来。如果你一直是处于一种压力状态，或者说自我绷着那种，你很多信息它是接受不到。这场戏拍完，下一场就是重场戏了。潘粤明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，独自思考，酝酿情绪。有些重场戏是需要提前去做一些准备的。我以前演话剧，你登台前也是找一个地方去感受，因为话剧你见了观众就不要出错，所以就从那儿开始就养成习惯了。如果要开始之前，还是需要有自己酝酿的一个时间段的。这效果做的挺好。它原来烧的就是这个地方。一个很古老的印刷厂是吧？对，就是有点人们回到了这个被烧焦的地方，然后收拾东西啊，或者说去祈祷这个事情有一些自己的想法。真的说人少的话，真有一种那种濒死的感觉。对对对。然后楼下的那个小野洋子跟他并不是同一个展览，对，它是一个 workshop， 就是给你提供一些打碎的这种陶瓷片儿，还有一些线啊、一些胶啊，让你自己随意的发挥，然后做成什么都行。他还是希望就是观众能够坐下来，然后参与到这个项目里。咱自己玩一下吧。可以啊。做那个儿。嗯。哎呦！休假的最后一天，潘粤明和朋友约在了唐人街的艺术展览中心。面对可以随意发挥的瓷片拼接，潘粤明却犯了难。这个能整成啥样？这应该怎么搞啊？哎呦！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利用，都用，都可以，只要能用的东西都可以用。胶带你也可以粘的。想想应该怎么玩，应该怎么玩？对我这种完美主义者来说，真要让我在那个屋里边对着这么一堆瓷片搞创作，不知道得在里边熬个几天，太难了。你咋样？你完工了？差不多吧，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想法，这种东西可能更多放空、放松那种感觉。对。
它的展览的主题指的是 mend your heart， 比如说修复你的心灵啊，然后修复你的一些创伤。它这种陶瓷本身就是碎了，希望大家可能对它一种修复，然后修复出来的东西可能并不像是以前大家陶瓷原来的那个样子。对。它就有点像是挂着的风铃那种感觉吗？这个。突然想到了。对。有了思路，制作的速度马上提升了起来。这让我想起啥来？就想小时候看一个黑猫警长，里边有那个一只耳，一只耳，希望耳朵不要掉啊。耳朵，我只有一只耳朵了。挺好。其实挺震撼的，就拿一些碎了的仪器，你要说跟演戏也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拿到剧本了，我们看到饰演的人物在不同的场景、不同的时空表达的这个情绪，其实也像碎片一样。我们也是通过表演去做一些整合，等你整合出来了，然后就变成咱们摆放在这个墙上的小装置。不同的形态，每个人都不会一样。所有的细节，一个行为，一个眼神，一件事的发生，它都是有来龙去脉的。你把这些捋清楚了以后，人物就立体了。年头了，看这个画面，老的那种纪录片啊，特效都没有。潘粤明生于北京，受家人影响，从小学习书法和绘画。初中时，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开朗，潘粤明报名参加了中国儿艺的培训班。开始在各个剧组中跑龙套，看看雷兄闻名已久的以德夫人是怎么样的。我就是以德夫人、啊。也因此被1994年版《三国演义》的导演相中，出演了第一个有台词的角色吴景帝孙修。早晚必生变故，如之奈何？老将军有何良策？从此正式决定走演艺道路。高中毕业前接拍了电视剧《校园先锋》，第2年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，进入影视制作专业学习。当时这个读书的时候，自己不挣钱，还要靠父母，不知道应该怎么才能融入社会。那会儿学那个剧本创作，突然想起那个小的时候自己在院里待着，阳光下全都是那蝉鸣、大槐树、老的那种瓦房。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阳光下的苍蝇，后来觉得苍蝇都人人喊打，那只是人类的标准，撞玻璃撞得头破血流的，它也要冲着光去飞。在我们看来，就是一种向光而行的一种行为吧。当时想的就是先得能自立，对，所以哪个工作适合我就去做。幕前幕后我都做过，剪辑啊，然后场记啊，什么副导演的活啊，然后跑龙套啊，以前都经历过。赶上好的时机，然后有认可你的这个导演，对，才走到现在。10几岁入行，30岁取得一些成就，
或许正是这样的经历，让本来就内敛的潘粤明习惯了低调做人。尽管身处在演艺圈这个名利场，但从入行开始，演员潘粤明就一直隐在他塑造的角色之后。我活得不仁不贵的，跟在监狱里有什么区别？我不能说话，不能咳嗽，笑不能出声。我用水龙头不能开到最大，上个厕所不能用马桶水冲。我连他妈放个屁我自己都得控制音量。我一天到晚戴个白手套，我还像正常人吗？换你试试。我的事你就别操心了，不是我要管啊，这每天跟你开着灯睡觉，太影响我休息质量。创作对我来说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。实际上，我觉得这个行业的属性，它让我找到了一个就是存在感。咱们10点半就开播，因为马上其实也进入到宣传期了嘛，对，所以我们要提前还要做一些准备，包括2号咱们就进去。那个从28号最新一稿，从28号把前2号得28号才能给了。28号给前2人，我可以先把前6给你，我一会儿先把前6发给我，看看最新一稿。好的。现在北京应该天很北京得几度了吧？晚上也就是零上几度的样子，很冷，所以我就说你一会儿把长裤换上。但是，反正美好的假期过去了，休息还感觉日子过得挺快的。是，那肯定。忙完这几天，你就消停自打戏了。上一场戏拍完，潘粤明和导演讨论了半个小时，改完妆就要正式拍摄中场戏了。改妆前颜色凝重，改完妆就彻底变成了失魂落魄。中场戏的拍摄有些漫长，为了实现更丰富的情绪表达，潘粤明再一次酝酿感情。很多东西要演很多遍，潘长林那是导演剪辑的功劳。我们其实就是慢工细活，要愤怒很多遍，然后哭泣很多遍，然后反复的说台词，用不同的方式表达。理智的干一个感性的事儿，你必须得跳出来看待自己，就是你要客观的监督自己，然后你干的又是一个很感性的事儿。去年拍摄的《白夜破晓》即将上线，这是7年前的热门网剧《白夜追凶》的续集。新戏开机前的时间，潘粤明都要配合宣传。潘老师，就是您的这个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？其实你要说心路历程也还好，就是因为其实我也是演过好多年戏的了，但是就是白夜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对我印象更深了一些。对于演员机会还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说我觉得我算幸运的吧。对，我那会儿我也没有什么挑剧本的权利。从青年步入中年后，潘粤明逐渐开始找寻更多跨界的可能性。在这期间，他抓住每一次尝试的机会，一边跨界话剧与综艺，一边等待自己的未知的角色。
2016年，潘粤明参加跨界歌王，节目组为他定的曲风方向，依旧停留在10年前的形象，文艺小生潘粤明。也正是因为这次尝试，潘粤明被《白夜追凶》的导演选中，出演了《关氏兄弟》。做刑警的日子越长，破不了的悬案就越多。以后你慢慢就知道了。那时中国的网剧市场还不太成熟，悬疑题材更是少有人尝试。却最终成为了潘粤明转型的机遇。《白夜追凶》上线不到1个月，播放量就超过了10亿。而在剧中一人分饰2角的潘粤明，凭借炸裂的演技，再一次征服了观众。一个警察，一个通缉犯，你们俩这双簧唱的可真绝了。随后他又接拍了《鬼吹灯》系列，流量口碑双丰收。这7年您自己觉得就是心境上或者说情感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吗？没有，就我这人就很少有变化。我这西红柿炒鸡蛋，你让我吃1年我也吃不吐，就是这性格就这样可能啊。就你干一个活，反正你就踏踏实实给他拍了，而且我产量也不高。然后有时间就，多陪陪父母。然后我最爱画画啊，我就多画画。我觉得就是相辅相成这些东西啊，都是搭配的艺术。搭配是有瘾的。你做饭也是，画画也是，演戏也是，都是搭配。因为要尽量在进组前跑完《白夜破晓》的各类宣传通告，接受完采访，潘粤明抽空来到画室，为《白夜破晓》的片名题字做练习。这是他从2015年起重拾的童子功。我就是练习一下，因为今天没办法交定稿。这定稿可能我会写每个字写很多，然后让平台自己选，是这样的，对。对，宣传期的工作紧张而忙碌，潘粤明开始了杂志平面、广告、访谈连轴转。就是这个角了，现在要解决这个角的问题。话少，但很有效率。3、2、1，开始。
预留1小时的平面拍摄，20分钟就能顺利完成。3老师往后一点比较自然的状态。3老师要调整。没有，你就把那个没睁眼的给删了就行。对，让您。好看。需要等。出来透透气，因为棚里面还是空气没那么好。你们没吃啊？那肠吃了吗？没吃了。我现在满嘴是油，怎么演啊？没呢，没呢。哎呀，辛苦了，刚才站了那么长时间采访。没，不辛苦。这比我们像那个拍戏更节奏更快，这个广告还是没有那么多的镜头。被困在无休止的猜，勇敢在无边黑夜醒来。这是《白夜破晓》的片尾曲《再见非黑即白的世界》，由潘粤明录制主人公版为剧做宣传。无名的背，有一点点就是这种声音了。被困在无休止的猜，勇敢在喜欢瞎吼，因为不专业，就是大家看片子也都比较包容，对，也没有说一定要求什么级别的歌手，让主人公唱一下，可能最后跟大家有一个共情的东西，可能是这样。我接受，因为我爱。行，我觉得你可以休息了，咱们休息一会儿啊。我的情绪，后面的都挺好。哎呀，就是块铁，也就做个脸盆，你非得想打出个啥金玩意儿来？让老师那边挑一挑，之前合一下。你们得到几点？今天？我们每天都半夜啊，正常。专业熬夜的真的是，哎，后期是真没办法。每一行其实都挺难钻研的，对，都挺难钻研的，就跟笔墨纸砚一样，各有各的道得态度得有啊，对吧？你不能说喉亮嗓子，人家觉得不合适就能用，你也不愿意出来以后自己恶心自己，反正尽量吧，对。无名的背，再见了非黑即白的世界，谁能面对
突然不见，消失的。然而，就在录音过程中，母亲传过来一个悲伤的消息：家里的宠物狗布丁突发疾病离开了。就很突然，就昨天开始咳嗽，今天就在养仓里就不行了。15年到现在吧，也10年了吧。他一直陪我父母，经常在外边拍戏，对。现在就觉得就，哎呀，多抱抱他就好。那刚好今天这唱歌这词儿写的也说，名字就叫再见。再见了，非黑即白的世界，谁能面对突然不见消失的明天？或许我会否认，但是我接受，因为我爱。再见了，非黑即白的世界，没有幻灭，闭上眼，光仍在眼前。或许没有明天，但是我接受，因为我爱，因为我爱。好好。距离潘粤明再一次进入片场，又1个小时过去了。中场戏终于演完了。这是潘粤明今天的第1个笑容。好了，谢谢。好嘞。哎，好快吧？写作好快呀。这么快？人这一天又是哭唧唧的一天。刚才把戏把导演扶过去了。就是你在门口一条过去。导演一边抹眼泪一边看。哇。这么好吃的炸鸡嘛，反正现在天也不热，也不会化。是，那你放哪儿？这儿吧，这儿也掉不了。藏在后边，我就忘了，也不吃就。收东西。收东西走了。来，潘老师，辛苦，明儿见，拜拜啊。我一点。大家非常期待的《白夜破晓》，它终于来了，让我们有请双关兄弟关宏峰，也是我们的关宏宇，有请。既是潘粤明，也是潘粤案；既是关宏峰，也是关宏宇。有时候围巾可以区分哥俩，但分不开的是2个人的兄弟情谊。谢谢。哦。
起先其实是画的是鱼头向左，但是画完了以后翻过来看更舒服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以后就鱼头向右。对，我是什么都画，所以我也没有固定一个什么风格，丰富多彩，我觉得都是这个爆灯系列，拭目以待吧。有目的话，拭目以待。有请。I got it. Very good. 你越说不行，嘿，那越督促你看见。我拍的枪战片，很多时候都有一种武侠的情怀。你好，范队长。走，吃个火锅聊聊天。其实我比较拼命的做事业，今天现在体力消耗特别大。Maybe you should have some. I think you should. You eating? Yeah. 哇，还有这选项。我想在山野里面重新面对一下我自己。童年的生活还有家庭的教育，帮助我形成今天的电影主题。作为一个画家，基本就是用我的眼睛去触摸这个世界。到底什么是中国电子报？我知道中国人民一直在为我加油。你不能说观众们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商业了，我必须要去救你，我不救你，我可能觉得我这辈子都过不去。其实按中国人来讲，就是顾左右而言他。那我先给你吃完快煮，我再给你放个跟头。我就觉得，我挺厉害的呀。你不可能一直赢。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，跌宕起伏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。就是话题，又做个脸盘。